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史上最劲爆的全面破解复活节岛的秘密。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茫茫太平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岛，面积163平方公里，是新加坡的1/5大。从这里出发到达智利，全长3700公里，坐飞机就要4个小时。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小海岛上，竟然出现了1000多个巨大的石像，最大的有10米高，重82吨。这些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但是我要讲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在几万年前，复活节岛上的第一批居民，他们不是人类。我们先来到复活节岛的西边，这里有一个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叫做 Rano Lalaku。 什么意思不知道。Rano Lalaku 火山爆发的岩浆和火山灰凝固之后形成了一个山峰。复活节岛上的95%的默哀石像都是这里的石头雕刻的。在山峰的外侧还有非常多雕刻了一半的石像，最大的一座有21米高，重达279吨。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叫做 Rapa Nui 人，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古像都是他们雕刻的。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去问当地人默哀石像是谁雕刻的，他们就会告诉你不知道。你问石像是怎么从火山口被抬到全岛的，他们会说他们自己走过去的。这是真的非常奇怪的回答。然后如果你继续探索复活节岛，事情就变得更加诡异了。在复活节岛机场旁边的海边有一处地方叫做阿呼维纳普，这里有一片奇怪的石墙，石墙上的石头的建筑风格和复活节岛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这些石头是用坚硬的玄武岩雕刻而成的，巨石严丝合缝，有水平和垂直的直线，每块石头重7吨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石头中间有一块小石头，这种建造风格在埃及塞第一世神庙、秘鲁马丘比丘、日本大阪的巨石墙中都出现过。但是为什么复活节岛上会出现这种建筑？在复活节岛上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块圆形的大石头，叫做 Terpitocola， 意思是光的肚脐。这块石头是1886年美国探险家 Thomas William 首先发现的。如果我们把指针放到原石之上，指南针就会立刻产生波动。当地人说这些原石是非常神圣的，这是神带到这里的。难道这会不会是一个飞船的导航仪？听我讲完，还有一个更加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维纳普巨石、秘鲁马丘比丘巨石和吉萨金字塔连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在地球上形成了一条直线。怎么会这样？这可能说明远古曾经出现了一个高科技文明，他们在史前时代按照同一种导航模式飞越大洋和大陆，在全世界建立了他们的基地。这是尼克拉斯杨的猜想吗？答案很可能只有复活节岛上的 Rapa Nui 人知道。但是自从1722年这里被欧洲探险家发现之后，当地 Rapa Nui 人就遭到了厄运。首先，他们和人类世界接触后得到天花和流感等传染病，死了一大半。后来奴隶贩子又用玻璃珠子、镜子等诱捕当地人，把他们当去奴隶抓去贩卖。所以到1877年的时候，复活节岛上只有剩下150名 Rapa 人。掌握复活节岛秘密的当地祭祀贵族阶层都已经全部消失，所以复活节岛到现在就成了一个谜。但是不用担心，团长今天就要把他们全部破解。为什么团长知道那么多远古的秘密？今天我就要把我的终极秘密告诉大家，那就是艾拉代言的德国艾玛床垫。德国艾玛床垫是知名欧洲品牌，全球热销1000万件。各位优秀天才拿到德国艾玛床垫的时候，使用附送的安全拆箱器，一个人可以轻松搞定。德国艾玛 Hybrid 独立筒加记忆棉5层混合设计，混合人体工程学，可以在我睡觉的时候精准支撑全身，还能吸收大量震动，超抗扰动，身边亲爱的怎么翻身也不会吵醒你。这种独特的包裹和支撑感，可以让团长每晚进入深度睡眠，获得无限灵感。透气性也超好，德国艾玛的第2层与 Air Grosseal 专利开孔设计和高科技原料布套，可以调节温度与湿度，
不会积攒身体产生的湿气和热能，让睡觉更加清爽。布套还能轻松拆洗，非常适合台湾的气候。别忘视他们的经典记忆枕头，3层记忆棉设计，随你调整高度和软硬。还有防水抗敏保洁垫，有益生菌保护层，有效减少尘螨89.3%。也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进清洗，再也不用怕脏床垫了。现在点击资讯栏连接，享受德国艾玛99购物加开学季限时优惠，最低65折。团长还为优秀天坛团争取了优秀大礼包，输入优惠码 Nicholas0010，享全品项9折优惠，还可再搭配官网活动一起使用。睡完不满意没关系，德国艾玛提供100天免费试睡，10年保固，全台最快免费送货上门，还有分期付款，每天只要3块钱就可以睡到这颗床垫了 ，CP 值超高。好了，故事是这样的：1722年4月5日，荷兰探险家 Jacob 罗格芬带领船队首次发现了复活节岛。当他们第一次遇到 Rapa Nui 人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因为 Rapa Nui 人使用的长矛、斧子等工具全都是碎石制作的。Jacob 船长在他的航行日志中写道：这些人四肢比较匀称，肌肉大而强健，他们的身材高大，他们的皮肤颜色不是黑色，而是浅黄色的。他用的词是 pale yellow or sallowish， 准确的意思是黄中发白的一种颜色。军事长卡尔贝伦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至于他们的肤色，他们是棕色的，大约是西班牙人的肤色。但是人们发现他们中有一些人的肤色较深，有些人很白，还有一些人的肤色略带红色，好像被太阳严重晒伤一样。这2个人的日志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肤色。1722年 Rapa Nui 人被首次发现的时候，明显是有2个种族，一种是深棕色的，一种是浅白色的。这个非常重要。棕色皮肤并不奇怪，因为在太平洋海岛中的人类的皮肤都是棕色的，比如新西兰、夏威夷岛等等。这一大片连接到复活岛的三角地区，总共大约30万平方公里，被称为波利尼西亚三角，有1000多个岛屿。这些岛屿中的原住民被统称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叫做南岛语系。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传说，叫做波利尼西亚神话。为什么他们被分散到太平洋的岛屿之中？因为这块三角地带大约在2300年前曾经有一块大陆，叫做 Zealandia 西兰迪亚。他们在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中被称作 Terri Amari， 面积490万平方公里，在地球上存在超过10亿年，但是在2300年前的时候沉没在海洋里。Terri Amari 意思是马乌伊的大陆。马乌伊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名字，在神话中讲到，马乌伊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智慧生物，一位女性，不是人类。马乌伊做了一件事情，说是要扭转生命的结果，让人类获得永生。但是马乌伊没有得逞，被这个神秘的生物给杀死了。这个故事是解开复活节岛的关键，我在后面会详细讲到。然后我们刚才讲到复活节岛的第2种原住民，他们拥有白色的皮肤，他们是白人。白人怎么会出现在复活节岛上？大家看一下这些石像，他们的脸都长长的，鼻子挺挺的，他们并不是夏威夷人、新西兰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的样子。等等，难道默哀石像雕刻的是一种白色人类的样子？大家跟我来，我们先飞到复活节岛对面的智利。在智利北部，这里有一片海拔3000米的森林，森林之中有一片巨大的城墙，叫做 Cuelap。 这里的城墙石头最大的重3吨，它们是被一种叫做 Chachapoya 的人类建造的。Chachapoya 的意思是云中的武士天兵天将。关于 Chachapoya 的来源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都是后世从考古推测出来的2手资料。但是Chachapoya 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他们的墓穴。大家看，悬崖上伫立的人像，他们像不像复活节岛上的默哀石像？这些石像叫做卡拉吉亚石棺，这些石棺每个高2.5米，里面放着Chachapoya人的木乃伊，2.5米高巨人。
石棺的鼻子非常坚挺，外面描绘着羽毛的花纹。西班牙历史学家 Pedro Cieza de Leon 在1537年加入探险队，进入亚马逊雨林寻找玛雅黄金城。在他们进入秘鲁高山的时候， Pedro 大吃一惊，他们遇到了查查波亚人。Pedro 写道，他们是我在印加见过的最白最英俊的人，他们的妻子又那么美丽，因为他们的温柔，他们中许多人都当之无愧成为印加人的妻子，也被带到太阳神庙。Pedro 直接就描写这些查查波亚人是最白的人。后来还有其他记载写道，查查波亚人他们有着黄金色的头发。等等，白色皮肤，金黄色的头发，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雅利安人？这些描写我在世尊系列中讲到的雅利安人是一样的。在吠陀经中记载，雅利安人也不是印度本地人，他们就是一种外来人种。上古时代他们进入印度成为高种姓祭祀，到现在的印度也是，种姓越高皮肤就越白。我给大家看一下曾经出现查查波亚人的周围地区，现在当地混血人的样子，他们有着长长的下巴，高挺的鼻子，这不就是默哀石像的样子吗？这不是推测，大家看一下，查查波亚人建造的城墙石头上有着大眼睛的人头、蛇，还有一个有手有脚的鸟的标志。大家记住这些标志，因为这些是破解复活节岛的关键。那问题来了，查查波亚人是什么时候到达复活节岛上建造巨人石像和巨石城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先说时间，推测是1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在全球大洪水来临之前。大家看这里，印加马丘比丘巨石阵对面的海岸线，在这里的海底有一些淡淡的影子，这些是海底的山脉。我们可以推测，在几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大海还没有淹没这些海底山脉的时候，那时候的查查波亚人已经借着某种神力，可以在普马彭古、马丘比丘等地方建造巨石文明。然后他们看到海岸那里有一些连绵的山脉，于是因为某种神秘的使命，他们沿着山峰跋涉了3700多公里，来到了山脉的尽头，在这里建造了复活节岛上的维纳普巨石，还有默哀石像。那么他们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耗费巨大人力建造这些巨石建筑的目的是什么？古代人做这种费时费力的事情只有一个原因，神的命令。首先，复活节岛上的 Rapa Nui 人神话记载，他们之前所有人都来自一个大陆，叫做 Hiva。 在 Hiva 大陆上有一位先知叫做 Hawumaka。 有一天 Hawumaka 突然做梦，有神在梦中带他在岛上飞行天上飞。他和神穿越了一大片岛屿之后，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复活节岛的山峰。之后胡阿玛卡这么一下就醒来了，赶紧跑过去找他的国王，他国王叫做 Hotu Matua， 说神命令你带领黑瓦人民去一个叫做 Mataki Talagi 的地方，意思是有着望向天空的眼睛的地方。非常奇怪，古代人只有在天上才能看到火山口像一个望向天空的眼睛，先知胡阿玛卡难道真的在天空中飞翔过？之后国王马图瓦就真的带领人民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了复活节岛。但是他们刚登陆岛屿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居住着另外一群奇怪的人类。他们身材非常高大，有着巨大的耳垂，下巴尖尖的，弯起来好像月亮。他们瘦骨嶙峋的样子，每个人头上还趴着一只有着人脸的生物，好似这个生物可以控制人类的大脑。Rapa Nui 人的祖先称这些长耳人类为 Kava， 说他们是邪恶的，他们不仅吃人，而且还吃自己人。因为 Kava 长得长耳朵，所以 Rapa Nui 人也叫他们 Hanau Epi， 意思就是长耳朵。Rapa Nui 人称自己为 Hanau Momoko， 意思是短耳朵。之后长耳族就把短耳族人类全部抓起来当奴隶，让他们一起建造默哀石像。后来短耳族慢慢繁衍，人数众多，于是就发动了叛乱，把长耳族赶到了海边东北部的角落，叫做 Poiki。 这里有一条长沟，长耳族就赶紧在火中点燃了长沟把大家隔开。但是短耳族偷偷的从后面绕过去，偷袭了长耳族，把他们都推到了沟渠中烧死。
最后查尔族只有一个人躲在山洞里，怕得不出来，就活了下来。在18世纪西班牙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复活节岛上有一部分原住民，他们的耳朵耳垂垂起来，垂到脑后可以在脑后绑起来，特别长，而且他们的身高都在1.9米到2米左右，巨人的后代。这些人后来都被抓走当奴隶卖了，所以复活节岛上的默哀石像很可能就是来自大海对面的查查波亚人建造的。但是他们建造石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要着急答案，我们再看一下默哀石像。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所有的默哀石像都是朝向岛内的陆地，背对大海。这种排列方式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土耳其哥贝利克石阵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面对面的，它们围在一起，仿佛是在祈祷，做一种仪式。更巧合的是，哥贝利克石像中的手的样子和位置和默哀石像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有非常细长的手指，而且都放在腰间。哥贝利克石像上也有长了手脚的鸟的标志，而且在复活节岛上的远古石刻中也到处出现了这种有手有脚鸟的标志，它们都和查查波亚石墙上的雕刻一样的。这些鸟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复活节岛上出现了一种神秘智慧生物——鸟人？不要笑，我是认真的。在复活节岛上有一种仪式叫做 Tangata Matu， 意思就是鸟人。这里的鸟是出现在复活节岛上的神，名字叫做 Maki Maki。在每年的9月，最强壮的 Rapa Nui 人要报名参加一个比赛，他们从复活节岛上的悬崖上跳入刺骨的海水，然后在湍急的海浪中游几个小时，直到游到复活节岛旁边的 Motu Nui 岛。这些人在岛上要找出一颗鸟蛋，然后再游回来。第一个能够把鸟蛋完好无损带回来的那个人，在接下来的1年内，他会收到一个至高的称号——鸟人，而且他将被所有 Rapa Nui 人当神一样侍奉，至高无上。这个期限只有1年，第2年就没有了，还要继续比赛。这个仪式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当地神话，在上古时代 Maki Maki 鸟人神是把蛋生在复活节岛上的，但是人类总是来偷，之后他们就把蛋产到了旁边的小岛 Motu Nui 上。等等，难道在远古复活节岛上的长耳族卡瓦卡瓦，他们建造的默哀石像，把它们面向海岛中央，意思就是把复活节岛做成一个结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鸟神 Maki Maki 在海岛中央产卵。Maki Maki 难道是这一切神秘世界的背后外星生物？在19世纪，进入复活节岛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发现，Rapa Nui 人每家每户都珍藏了一块木板，上面刻有奇怪的文字，里面有鸟人的形象，还有像女娲一样蛇尾人形生物。大家看，这里还有一种大眼睛的生物。这在复活节岛的石刻中，还有地下洞穴中，都有这种好像外星人一样的符号，而这种符号也在秘鲁查查波亚人的成像中出现过，他们和鸟人都是一起的。这些木板被称为 Rongo Rongo， 意思是吟唱背诵，这个是 Rapa Nui 人的圣经。但是基督教传教士来了之后，都让当地人把这些木板给烧了，现在只有很少几块留下来。在一个非常小的海岛上可以出现一种独立的文字，这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些木板上刻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读懂。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切都和鸟人有关。我以前讲过，古埃及中翠玉录中记载了一个永生的男人，这个人就是古埃及的神托特，他的样子就是鸟头人身。他的名字在古埃及语中念作 The Huti， 意思是像猪鹿一样的人，只是像，实际上是不是鸟头不知道。托特被古埃及人称作知识之神，象形文字之神。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他教给人类的。大家看一下3D 神庙雕刻的壁画，托特拿着象征生命的十字架恩卡给法老赛第一世吃。托特他是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结束。古埃及的死者之书中让人类重生的咒语，根据记载都是托特写的。
还有我们在纳夫提提的秘密中讲到长头星法老一家人，大家看他们手中给阳光照射的是什么？2枚卵。然后狮身人面像手中拿的是什么？也是1枚卵。这枚卵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托特的卵吗？在这集开头的时候我也讲到一个神话，在毛利人的传说中有一个神叫做黑米努伊特普，他是神创造在地球上第2个智慧生物，一个雌性。半神混血马欧伊被告知必须要和他结合才能扭转生命的轮回，获得永生。于是马欧伊就在黑提努伊特普熟睡的时候进入了他的身体。这时候这个女人突然醒来，用她生殖器中的黑曜石牙齿碾碎了马乌伊。太残酷了。为什么要提这个故事？因为在台湾和日本神话中，大海的中央有一个神秘的岛屿叫做法兰伊山，岛上全部都是女人。有一个叫做马丘马丘的男人漂流到岛上之后，他就被岛上的女人抓起来。他们看到这个男人这个前面怎么长了一个长尾巴于是就特别厌恶，准备把他关起来养大养肥了吃了。后来这个男人就偷偷的给跑了，把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在其他的传说中就提到过，这岛上的女人在生殖器中有牙齿。人类在岛上没有看到男人，因为提到他们的丈夫是蛇。女人岛和鸟人还有蛇，他们是什么关系？要解答这个谜题，就要再讲一下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一个英雄叫做奥德修斯，他在特洛伊战争之后想要回到他的家乡。这时候有女神出现，告诉他你在海中会遇到赛人。有人说赛人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他们是吃人的美人鱼。我要说你们都错了。这个女神告诉奥德修斯，如果人类听到赛人的歌声，他们会将被蚁肉，人类将必死无疑。岛上周围躺着一大堆死人的骨头，上面的肉还在腐烂，因此请绕过这些海妖，并用蜡塞住你手下的耳朵，以免他们听到。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听，你可以让人们把你绑起来，这样你就可以有聆听的乐趣。奥德修斯一听这个建议好，我将成为地球上唯一可以听到海妖的歌声并且活下来的人。于是他让手下都用蜡堵住了耳朵，然后把他紧紧绑在桅杆上，就这样划船经过赛人的岛屿。就当他们经过海岸的时候，他们看到沙滩边堆满了骷髅。这时候甜美的歌声传到了奥德修斯的耳朵里。奥德修斯，最勇敢的英雄，请靠近我们，来到我们这片绿色的岛屿。奥德修斯，我们会传授你智慧，我们会给你比蜜还要甜美的爱，我们唱的歌声也能抚慰你的忧伤，在我们的怀抱中，你将会幸福安康。绑在桅杆的奥德修斯一听马上就像疯狂了一样快放我下去我受不了了，疯狂挣扎，绳索都把他的皮肤全部割出了屑。水手们一看快划，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于是水手就赶紧划，把他们都划走了。就当歌声慢慢消失的时候，水手们才敢把奥德修斯从桅杆中解了下来。奥德修斯一下来就还在回味，说这些海妖唱的歌声太美了，我还看到他们比特洛伊的海伦还要美丽。他的手下一听都愣了什么？你看到了美女？我们看到的都是妖怪，他们是饥饿的怪物，手上还有邪恶弯曲的爪子。大家看一下，在古希腊人眼里中，这些海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其实都是长着翅膀的鸟人，他们可以放出迷惑人类的声波，让人类产生幻觉。这种生物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中也有记载。东方公芒，鸟面人身，成两龙。他们和龙在一起。东汉古书《白虎通义》中也记载，其神公芒者，物之始盛，其精青龙，芒之谓言蒙也。有神公芒，他们是所有生命的开始，他们的精华是来自于青龙。古埃及的托特神也是代表生命的开始。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有句古话，龙凤呈祥？凤其实就是指的鸟人。大家不相信是吧？那大家看一下埃及图坦卡门黄金面罩，这上面是什么？
一只鸟，还有一条蛇。总结一下，海中孤岛、复活节岛就是这些蛇与鸟人们的产卵地方。人类修建默哀石像，就是把这个岛做成一个神的祭坛。巨人卡瓦卡瓦就是保护神卵的守护者。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你有故事吗？港口海鸥海风走进了古城，身后码头古灯，嘈杂的大声，嘶吼的钟声，温柔的声音，我想听神秘的故事。听着我的演奏，你是在他响起嘈杂的酒馆，停止了声音。岛上美酒再次弹起，那夜的回忆，尼克拉斯杨娜，没人能相信你身上的tattoo是什么含义？把自己丢进失落的大洋，海中的秘密就像刚进去，让你的疼痛承受闪电的隆重。害我装作从没听见，寂静啊，暴风来临之前，我诉说着夜的迷雾，还要的歌声甜美如毒。又或者离开，把灵魂拿来，刻下不老卷，可我永不眠。暴风如刀，闪电如雨，我必须回来，想要说天才团将是我的秘密。那一夜风烛摇曳，还有他的眼神所有夜诉说千年，他的歌声如梦缠绵，眼前不了全我生命的赌注。岛上美酒再次弹起，那夜的回忆，尼克拉斯杨娜，没人能相信你身上的tattoo是什么含义？把自己丢进失落的大洋，海中的秘密就像刚进去，让你的疼痛承受闪电的隆重。暴风如刀，闪电如雨，我必须回来，是找的优秀天才团，他所我的秘密。岛上美酒再次弹起，那夜的回忆，尼克拉斯杨娜，没人能相信你身上的tattoo是什么含义？装作从没听见，寂静啊，暴风来临之前。欢迎大家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ne， 给我投稿和我聊天。别忘订阅、点赞、转发，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